今天咱们来做个俄式拿破仑蛋糕，也叫千层酥蛋糕。这个蛋糕的酥皮做起来还挺简单的，它不像法式千层酥那种要反复的擀开叠被子，它的做法基本上就跟做司康一样，但是做好的酥皮一掰开，也可以呈现出很多层次，吃起来非常的酥。先把面粉过筛，把盐放进来拌匀，放入冷黄油，先把黄油表面沾上面粉，然后在面粉里把黄油切成小块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做麻烦的话，也可以提前把黄油切成小块，然后再把黄油和面粉用机器打匀。这个方法是我在网上查到的做这个俄式拿破仑的传统做法，我就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传统做法。没有机器的人可以这样操作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手不会接触黄油，黄油不会被手的温度融化，因为黄油在冷的时候味道是最香的，这样做也是为了更好的保留住黄油的香气，那你做好的酥皮也会更香。就这样一直切，直到切到黄油和面粉全部混合均匀。然后中间给它挖个坑，一个鸡蛋磕入碗中，然后加7克的玉米油，6克白醋，再加水到200克。注意这里不是水加200克，是鸡蛋加油加白醋加水，一共200克，千万不要加多了。拌匀以后和面粉混合均匀就好了。你可以少量分次的倒一点就混合，倒一点就混合，这样液体就不会流出来了。然后不要揉面，就用手给它攒到一起，成团就行。粘在案子上的面可以用刮板这样刮，面会有点黏是正常的。放到保鲜膜里，放冰箱冷藏40分钟。松弛的时间就可以先把中间要抹的奶油给提前做出来。这个蛋糕它中间的奶油是卡士达酱加黄油的组合，我自己做了调整，因为我实在是不喜欢很多黄油的酱，我觉得会比较腻。我减少了一点黄油的量，加了一些淡奶油。我觉得我调整完的这个奶油真的超好吃的，尽管我用的不是进口黄油，就是很普通的很便宜的新粮的黄油，吃着也完全不会觉得腻。蛋黄里加糖加玉米淀粉低筋面粉拌匀，然后把牛奶加热到快要沸腾，差不多80度吧。取2汤勺的牛奶倒入到蛋黄里，给它们搅拌均匀。然后再把蛋黄液全部倒入到小锅里，再加一点香草膏或者香草精或者香草籽，如果能有香草籽的话会更好，味道会更香。再一直用小火不停地加热搅拌，直到它浓稠变成酱，然后还要冒泡泡。然后过筛，贴面盖好，在室温下放凉，不要放到冰箱里去。这个时候这个酥皮差不多也松弛到时间了，就把它擀开。酥皮会比较黏，撒一点粉。擀开以后给它卷起来，也没有说我必须要擀多厚再卷，没有这个要求，你随便擀。因为这个也不是包黄油的，就无所谓。卷起来以后再这样折一下，然后翻过来再给它擀开。这回就不需要擀那么薄，差不多就行。我全程都没有去量它的长宽啊、厚度都没有量，就是随意擀的。然后再给它卷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给它平分成6份，再放到冰箱里去松弛一会儿。这个时候就把没有完成的酱给它完成，把软化的黄油搅打顺滑。然后把已经晾凉的卡士达酱再给它搅打顺滑。分次把黄油加到卡士达酱里拌匀。为什么我前面会说卡士达酱不要放到冰箱里去晾凉呢？因为卡士达酱太凉的话，和黄油混合的时候就会油水分离。
这样子它们两个温度都是室温的温度，放在一起就不会有油水分离的现象了，这样就减少了很多麻烦，不然你还得去隔水加热一下。把全部的黄油和卡士达酱混合均匀，看这个状态是很顺滑的。然后把淡奶油打到7分发，淡奶油最好也是打发之前给它提前放在室温下回温，打到稍微有点浓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淡奶油和卡士达酱混合均匀就好了。看这个酱最后就是很轻盈很顺滑的状态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尝一尝味道，如果觉得不够甜的话，可以再加一点糖粉拌匀就好了。酥皮是不含糖的，所以这个酱的甜度应该是比你的口味再稍微甜一点点。奶油做好了，给它盖好，放到一旁待用。然后现在就可以烤酥皮了，把这个酥皮擀开。我个人认为是不需要擀太薄，如果擀太薄的话，它里边那个层次是出不来的。我这个模具直径是20厘米的，那我也就是擀到了差不多22厘米左右吧。放到烤盘上来，没有这种模具的话，可以用一个锅盖，或者你给它整成长方形也可以。圆的、方的、长方形、三角的、菱形都可以，这个蛋糕不受形状的限制。用叉子插一些洞，其实可以一次烤2张的，我就是拍视频擀1张就烤1张了。边角料也放进去一起烤，放在烤箱中层，上下火210度左右，烤10分钟左右。具体的温度和时间得根据自己的烤箱调整，像我这个烤箱，我就上火用220度，下火用230度烤的，烤到它上下都金黄酥脆就好了。然后把边角料拿开，把边角料捏碎，给它捏成渣儿。边角料不够的话，可以再掰碎1张酥皮。你看这个酥皮稍微厚一点，它里边就是有很多层次。这个就是擀的时候擀的薄了一点的酥皮，薄的它里边层次就没有那么多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你要弄薄的还是弄厚的。你要是弄薄的，那剩的边角料就会比较多，那组合的时候就组合6张就可以了。如果弄厚的话，5张就可以了。酥皮完全晾凉以后就可以组合了，就是一层酥皮一层奶油，一层酥皮一层奶油，这样把它们组合在一起。我最后就是5张厚的酥皮给它组合在了一起，然后把表面再全部抹上奶油。最后再把边角料的渣儿都撒在上面就行了，侧面也都给它粘上，侧面可以借助刮板儿。最后弄好以后，用1大1小2把抹刀伸进蛋糕底部，给它移到盘子里。因为现在这个酱是比较稀的，所以要给它放到冰箱里去冷藏1个小时以后再吃。经过了1小时的漫长等待，看这个一层一层的酥酥的状态，真的好诱人啊！我觉得冷藏1个小时以后吃口感最佳，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酱还没有完全凝住，还有一些爆浆的口感。一口下去，酥皮应声裂开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每吃一口都像敲响一个音符，真的超级美味，超级享受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就试试看吧，做法真的不是很难，而且自己做是可以调整甜度的。